邊學邊試，生活誌。這個就是到的 3D 打印機。我們看一下包裝有沒有破損。這個角有點变形，被压着了，不知道机器有没有什麼問題。也沒有2次封箱的痕迹。我眼前的這個 3D 打印機，它的型號是創星源 CRUX-ES。正面，然後我們給它開箱。一本說明書。送的一根数据线，内6角螺丝刀，一些螺絲、扳手，还有一些配件，那提手。送的一些打印材料 ，PLA 的电源线。这个是料物架，一个读卡器、内存卡。这个就是打印的一个板，打印板。还挺有分量的。这个就是机器的本体了。现在我们开始組裝。下面的話，我們一邊開箱，一邊簡單的介紹一下 FDM 的 3D 打印機。好，我們先固定了一個螺絲，這是一個 M4 的螺絲。我覺得 FDM 3D 打印機分為2種，我的分類方式跟別人不一樣，根據製造出來的思路做個類比，以做手機的思維做 3D 打印機。我們先給它稍微固定一下，最後再給它擰緊。另一種是以做家電的思維方式，2種各有特點，大家也容易理解。手機思維方式做出來的 3D 打印機集成度高，功能強大，操作智能，入門門檻低。一共是5個螺絲，然後平台還擋住了一個，然後我們把平台往下給它挪一下。但同樣的方式也帶來耐用性的問題，配件只能從廠家那裡拿，維修門檻高。最後我們把這幾個螺絲給它緊一下。另一種是家電思維的 3D 打印機，結構簡單，功能只有基礎功能，用料講究，便宜耐用，智能化程度低，機械式手動校準，維修方便，更換配件簡單，耐用性高。不足的地方就是對入門新手不友好，又對高階用戶吸引力不足。總的來說就是機械結構的穩定，電子的方便。這就是我對於面前的這個 3D 打印機的初印象。我面前的這個 3D 打印機，它支持6種材質打印，最常見的是3種 PLA、TPU、PETG， 這3種是最常見的打印材料。另外還有 ABS、PA、NYLON。關於這些材料的不同區別，我們放在下一期節目中做一個詳細的說明，來說一說這些打印材料如何去使用，如何去選擇。然後這是第一步，將 X 軸組件安裝到底座上，然後使用了5個 M4 的螺絲，用內6角給它擰緊之後，然後我們第二步就是把電機線給它插上，這個就是電機線，它有防呆插設計的。然後第3步，這是一個 Z 軸絲桿，用手逆時針旋轉，將打印機頭降至 Z 軸中心位置。這是一個磁吸板，這個廠家已經給自己裝上了，如果沒有裝上的話，自己然後給它粘上去。然後這個就是 PEI 板，這是一個磁吸的，給它粘上去。下面我們把料架給它裝上，這
這裡也是用 M4 的螺絲，有2顆。下面我们就開始接上電源線，然後我們現在給它通上電，然後下邊電源這兒有個開關，我們給它打開。機器啟動之後，已經顯示了中文語言。這有3個目錄，分別是系統、工具、打印。這個屏幕是一個電阻觸摸屏，不是電容屏，它需要按下去。我們可以在系統、語言這裡邊切換成其他的語言。目前是有8國語言，然後我們不用選。接下來這個步驟就是調屏，然後我們找一張 A4 紙，給它放上去。在系統裡邊點擊工具，然後點擊調屏，然後點擊手動，然後我們點擊屏幕上邊的一共是5個定位點，我們先點這一個吧，它定位到這個地方，然後我們拿出 A4 紙給它插進去。這裡是調打印機的間隙，下邊有一個旋鈕，然後調節這個平台的高度，順時針是上升平台。調到這張 A4 紙和這個打印頭稍微接觸一點，但是可以拉動的這個情況。然後我們再調節其他的4個點。這個調屏還挺麻煩的，我調了有大概7、8次才調平了。它這個調屏一共是5個點，然後4個角是有螺絲的，4個角都有這樣的螺絲。順時針是擴大噴頭和這個平台之間的間距的，然後逆時針旋轉是減小的。它這個有個問題，然後這4個角調的已經幾乎接觸不到這個紙了，然後中間還是接觸的比較緊的，然後我就調的稍微狠了一點，現在中間還是接觸到比較多一點的，摩擦力還是比較大一點。現在是能抽動，也能給它推進去。間隙我不敢再調了，因為這4周這個間距我感覺已經挺大的，幾乎是接觸不到這張紙了。也有可能是這張紙太薄了，應該是2層這麼厚的紙才能做這個調屏。我這個 A4 紙太薄了，還好這個調屏只調1次，要是每次都調，那真的是崩潰了。我調了好久，調了有10次吧。現在做完調屏之後，然後就是裝料了。先給它通電，然後我們現在給它裝耗材。需要把前端給它捋直，然後給它斜切一個45度角，然後從這個進料口給它穿過去，把料架給它換了上。然後我們從這個管裡邊給它穿進去。現在呢，我們就找一些需要打印的模型，3D 模型。然后我想着找一些方便以後測量的一些工具，比如這樣的一個測量螺絲的一個工具。那我們就找第一個吧，第一個用的人非常多。然後我們點擊下載，它的材質是 PLA 的，剛好我們有 PLA， 這樣我們就下載好了第一個。然後我們下載一下它的 STL 文件，然後我們還需要打印測量圓的一些工具，然後我們選擇第2個吧。現在打印模型我們已經給它選好了，然後我們裝切片軟件。這個切片軟件在 3D 打印機附帶的 TF 卡裡邊是有的，有這個安裝程序。然後我們現在通過它自帶的读卡器給它連接到電腦上，然後我們進行安裝程序。我們把這個程序給它拷出来再安裝，然後我們點擊安裝，雙擊安裝。
哎，失敗，不行的话，我們重新下載一個吧。它有下載的地址。點擊下載，保留158兆。然後我們現在就安裝一下。南山南，北海北。然后我們現在給它選一下打印機的驅動，再輸一下吧 TRONXY，XY-2 Pro，SY-2 Pro， 然後打印機的名字，然後我們改一下。我們看一下語言。改了簡體中文的 OK。 我們重新打開軟件，我們打開一個測試模型，這是一個兔子的模型。我們還需要設置一下打印機的參數。打印機設置，改一下這個尺寸。我們打印機的尺寸是180 18厘米18厘米。然后我們試着打開一個模型，直接打開 STL 的文件，這裡有切片，填充密度，這個是厚度，厚度是0.2毫米，我們就打印這個厚度吧。我們給它保存一下，後面我們就把這個 U 盤插到 3D 打印機上開始打印。現在我們開機預熱，點擊工具預熱，然後把下邊這個溫度給它加到200度，然後我們擠出耗材。选擇材料，现在我們插入 U 盤，開始打印吧。然后我們打印一個測試的一個方塊吧。這裡邊先要預熱這個底板，現在底板沒有達到75的溫度。這個就是打印的成果。我打印的是一個量圓弧的一個工具，使用的材料是 PLA。這個工具就是用來量圓的弧度。其實最開始我還打印了一個官方提供的一個測試模型，它是一個立方體，然後我只打了一個面，因為我覺得打的這個
材料沒有用，然後我就給它終止打印了。這個是底面，然後這個是頂，然後慢慢的封頂打其他的面。從目前來看，打印的質量還是非常高的，但是有一個特點，它这个打印模型是沒有辦法在切片軟件中進行編輯參數的，它這個參數是鎖死的，也看不了。然後這個是我在網上找的 3D 模型，然後打印的，使用的是默認的參數。可以看到，使用默認的參數，打印質量是沒有他們測試的模型好的。這也是打印這個也需要慢慢的去調節參數。然後剩下的材料我還準備打另外一個測試工具，它是用來測螺栓的大小的，比如說螺絲它是 M4 的還是 M6 的，就可以通過這個去測量。但是由於機器自帶的耗材有限，打了大概40%，然後就沒有材料了。等後續買了同樣顏色的材料，然後再給它接着打，它是有中斷續打的功能的，所以說後面耗材到的話，再給它接着打印完就行了。這個打印機有4大特點，首先它的打印尺寸是18×18×18厘米，就這麼大的一個板子。然後它的打印頭是近段擠出的。第二個就是斷電續打、斷料檢測。然後第三個特點，它是雙軸心金屬導軌。最後一個特點是打印速度300毫米每秒高速打印。在打印的過程中，我發現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它打印的時候聲音是非常低了，你幾乎是聽不到導軌和這個皮帶發出的增增增的聲音，是幾乎聽不到的。你聽到的就是這3個風扇的聲音。而且它的這個打印頭，它使用的是陶瓷片打印頭，有3個特點，就是加熱快、耐高溫、導熱快。這個是它包裡邊剩餘的一些工具配件，它還多贈送了一個斷料檢測器，可以檢測斷料的。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它的整體的輪廓。然後我們看一下那個導軌，它就是這樣的，兩邊都是有金屬導軌的，不是鋁合金的。這種的導軌比較耐用。還有這個導軌兩邊都有這樣的一個滾輪，這邊也是有這樣的滾輪的。這個導軌是這樣的，還有上面的這個導軌，這個導軌也是都是一樣的。這是側面，這是背面，這是它的側面。我們再從頂上再看一下，頂部是一個提手，這個是一個提手。後續等打印耗材到的話，我們會打印一些其他的東西。這裡打印的不是一些裝飾品擺件，我們會打印一些實用的東西，解決生活中的一些塑料件的修復。使用這個 3D 打印機也遇到了一些問題。第一個就是第一次調平稍微花費的時間比較長，如果熟練的話，你就大概知道要調到什麼位置。然後第一次調的話，你不知道要調到什麼位置，只能憑感覺。它這個調平的話，它是調節4個角，最後的話再試一下中心位置。它這個中心位置是偏高了一點，所以說你要調4個角，最後再看一下中心位置它的打印頭與台面的距離，這個需要有經驗的去調一下。第一次調我用了8、9次才調好，好在這個只用調1次，之後的話就不用再調了。然後第二個就是對新手來說，安裝耗材這算是一個注意事項吧，應該是所有的 3D 打印機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步驟，就是第一次安裝耗材要擠出均勻耗材後再打印，不然就會出現打印機空轉的情況。第三個問題就是打印文件，你自己在網上找的 3D 模型，然後用它自己的切片軟件導出寄扣的文件之後，放到 3D 打印機上，它會提示文件打開失敗。然後我試着去解決了這個問題，發現是文件命名的原因，其中文件命名中不要包含空格，第二就是中間橫槓，第三是括號。文件命名可以有的是下劃線、中文，然後就是打印的一些小技巧。我原來想的是直接用现有的塑料鏟刀去鏟打印完成的塑料件，但是这個塑料鏟刀它的刀刃太厚了，根本就鏟不動。然後我就想了一個辦法，使用礦泉水瓶的塑料片給它將打印成品從這個載物台上給它鏟下來，這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。我也不能用金屬的工具去直接刮這個打印板子，只能是用這種湊合的方式了。不過總的來說，這個打印機849塊錢，對於想入門 3D 打印機的人來說，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首先，它的結構簡單，打印穩定，就是第一次調平可能費點時間，其他的操作還是沒有難度，也是很簡單。一共就是
幾個螺絲就行了，這個立柱固定，然後電機線給它插上，然後調平，基本上也没有什麼了。我们也可以看我这个没有打印完的，它的打印质量还是达到我的要求的，不过还是没有打印完。如果你也有这一款打印机的话，或者有其他型号的打印机，我们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3D 打印的经验。之后的话，我会出一些使用 3D 打印机解决家里的一些實際的問題的一些視頻，希望大家能夠關注一下。我們又成功了，邊學邊試，你也可以成功。如果你沒有時間親自動手操作的話，可以關注邊學邊試生活誌，同樣可以增進生活中的動手維修能力。訂閱、評論、點讚和收藏，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